あそこだ、あそこあそこ、あそこの下。奥？奥奥奥。それ聞こえたってば。何何何？ Leave that in here. There's the hallway, and that's where she passed, right there. What the fuck? So let's bring her up, and she can join us for this explore. 进入21世纪以后，城市探险活动从西方进入了亚洲，掀起了一阵探险热潮。而伴随着自媒体的发展，也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了城市中那些不为人知的角落。我知道肯定有人要说的，探险探个毛线，这些人就是吃饱了撑的。2020年的一天，2名吃撑了的加拿大探险者 Ridden 和 Z 找到了一处废弃的民房，准备进行探索和拍摄。和他们以往的探索地点不同，为了保护该点的隐私，他们这一次没有曝光房屋的外观和具体位置。玩过城市探险的朋友肯定知道，对于这类小众的探险地点，圈子里都不会对外公布定位的。一方面，这样做是为了保护隐私，并且防止目标点遭到破坏；而另一方面，具体的定位还可以在圈子里拿来卖钱。据视频中2位探险者说，这屋子以前住着一位老人，后面老人死在了屋子里，屋子就废弃了。与其他废弃房屋比起来，这间屋子保存得很完整，其中不乏一些值钱的东西。从他们拍到的视频来看，不难想象，这要是来的人多了，这些东西肯定是要被拿走的。2人在拍摄完客厅和厨房以后，他们转向了一节通往地下室的楼梯走了下去。 Now it is a bit of a mess. The calendar here is August 2018. So we're gonna go downstairs to the basement. I can hear squirrels running through the walls. So back here, guys, this is just the basement. This is part of the basement, but this is like a storage area, as you can see. There's a freezer back there running. I'm not gonna bother opening it because who knows what's in there. Like I said, the last date's from 2018, it's 2020. There's a good chance whatever's in there is rather disgusting. Look at this. Full bar, still set up and super retro. Just incredible. 视频里也可以看到，这个地下室虽然光线不好，但是布置的也是很精致的，酒架和墙壁上也有不少的收藏。 Here's some fish that probably were caught. Yeah, lake trout, 12 3/4 pounds, July 27, 1966. And then this one over here, pickerel, 8.5 pounds, November 14, 1967. Well, these are some old fish up there. 2人没有动里面的任何东西，沿着楼梯又走了上去。就在楼上卧室的过道上，2人看到了令人不安的一幕。地上这具人形的污渍是人体腐烂后组织液进到地板上形成的。2位探险者当场就震惊了，盯着看了足足20分钟，迈不开步子。从他们拍摄的视频来看，我们不难推测出这么一个故事。这座屋子的原主人是一对老夫妻，丈夫离世后，妻子便一个人生活在了这里。为了不让自己太孤独，她参加了一个叫红帽会的社会团体来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她喜欢囤积东西，更加舍不得扔掉丈夫生前遗留下来的物品。就这样，她独自守护着这满屋子的回忆。多年以后，她的腿脚也不灵便了，不得不用上了助行器。某天晚上，当她从房里出来经过走廊的时候，不慎摔倒在了地上，就再也起不来了。而在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来看过她。就这样，她的遗体一直躺在地板上，渐渐腐烂。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发现了她的遗体并进行了安葬，而地板上却留下了这一团难以清洗的人体污渍。看到这里，相信很多人都会和2名探索者一样，惊吓之余还会感慨人生的无奈。Check in on your loved ones, check in on the ones that are alone because you do not want this happening to anybody else. 2年之后，这2名视频拍摄者结婚了，而婚礼地点就选在了一所废弃的监狱里。而就在他们结婚的这天，另一位探险者也找到了这所房子并拍摄了视频。
视频里可以看到，同一座房子，屋子里值钱的东西已经全部被拿走了。为了寻宝，屋子也已经被翻得乱七八糟，墙壁上长出了大块大块的霉斑，只有墙上的日历仍旧停留在当初的日期。注意看，这位探险者不知从哪里找出来一个娃娃头，并将其摆在了微波炉上。这要是谁晚上过来的话，不被吓一跳才怪呢。向里屋走去，走廊上的人形屋子仍然清晰地躺在地上。探险者小心地绕过屋子来到卧室，和大厅一样，卧室里也已经被翻了个底朝天。评论中，大家一边在吐槽探险者素质低下的同时，也有人不停地询问屋子具体的位置，他们也想去成探，而有人则认为屋主的灵魂一定还停留在里面，他们想去探灵。每个想去探灵的人，我都点开了他们的头像，就想看看他们有没有在自己频道里发布相关的探灵视频。可惜我并没有找到相关的内容，但是我找到了一对母子在另一处类似地点拍摄的探灵日记。这天，一位母亲带着她儿子去成探，他们在一处废弃房屋的卧室里找到了一处人体屋子。他觉得屋主的灵魂一定还停留在这房子里，于是过了几天，他就带上了探灵设备和儿子再次来到了这间屋子，打算寻找这屋主的灵魂。In this video, you're going to watch me and my son explore this abandoned house that we found. We had no idea that in the very far back bedroom was a dead body decomposition stain of an elderly lady who had passed away on the floor, until we went back for a paranormal investigation. 两人拿着电磁场检测仪在屋里转了一大圈，最后在阁楼上检测到了电磁活动。Come up in the attic. There's nothing scary. It's bright up here once you get up here. Come on, I'll shine the light on the stairs. Let's do this. There's no spiders. Come on. Why do you want me to go out there? Because it's awesome. There's a wheelchair and everything up here. Well, that's even worse. Would you please come and live a little? Really? Hurry up. Just make yourself. I see it. Come on. Once you get around this corner, you'll feel better. God, Mom. Come on. You got this. You got it. Come on. Come on. Check it out. Look at this chest. It is. Look at this. What, my light go out? No? Look. I see it. 当他们把电磁检测仪放到阁楼上的轮椅时，仪器开始产生了读数。所谓的鬼魂，大多都是以电磁形态的能量残留在世上的，能强大到形成影像甚至是实体的，都是凤毛麟角。他们拿的这款 EMF 叫 K2， 反应灵敏，但在城市里使用的话，很容易检测到用电设备释放出来的电磁辐射而闪烁。为了排除误判，他们把探测器贴近了各种电器周围去做检测，但是都没产生读数，因为这栋楼早就已经断电了。但就唯独这张椅子，只要探测器一放上去就开始哔哔哔地响。为此，母子俩坚信这间屋主的鬼魂一定还残留在屋子里。大多数城市探险者都会选择白天去活动，因为白天更安全，而充足的阳光也使得探索活动更加方便。而另一些人则更倾向于晚上活动，因为他们相信脱离了阳光的庇护，更能拍到不为人知的世界。去年的一天晚上，克里斯钻进了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一所废弃多年的小学，因为他听说这里面好像有些超自然的东西。这所叫做保罗里威尔的小学呢，是当地一所有着将近100年历史的小学，后面因为生源不足，于2015年的时候被迫关闭。当地政府原本想将其重建成一处住宅区，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呢没能完成，于是这所学校就一直处于荒废的状态了。8年时间里，这座学校已经变得残破不堪，加上一些人为的破坏，建筑内部早已是乌烟瘴气。这一次呢，已经是克里斯第2次探索这所学校了，前一次来基本没拍到有价值的东西。根据墙上的涂鸦，克里斯说，来探访这所学校的很多人都是这所学校毕业的师生，所以墙上留下了许多怀旧类型的文字。
在进入这栋破楼之后，我们明显可以听到楼内时不时就会传出一些奇怪的声响。Oh shit. Hello? “对于经常夜里去探险的人来说，其实也不用大惊小怪，毕竟这么大一座建筑里面有些小动物上蹿下跳什么的，甚至说楼里的某个角落躺了一个乞丐起来吃宵夜，那都是有可能的。如果听到声音就要逃跑的话，那这项活动肯定不适合你，老老实实买包瓜子在屏幕前看别人探险得了。克里斯肯定是不怕的，他就是要尽可能去查看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越仔细越好。在他上到一栋主楼时，他发现这走廊的尽头呢有一个厕所，但作为一个西人，他肯定是没有听过花子的传说的。Oh shit. Oh fuck. Somebody's in there. 视频里，克里斯刚走过拐角，就看到远处站着一个黑影，条件反射性的，他扭头就跑了出去。待他缓过神来，心想不对呀，这人怎么不动的呢？他拎起一根棍子，再次走了进去。Hello? What the fuck? 这一次，这个黑影居然僵硬地倒了下去。走近一看，才发现这原来只是一个人体模型。Excuse my language. Heart is racing. I thought it was a person standing there. 根据这个模型所穿的衣服，还有视频下面的网友评论说，这肯定是之前来过的探索者故意摆在那里的，目的是给其他人来一个恶作剧。但是这个破东西好好的突然就倒了下去，就很诡异。Why would somebody leave that in here? Make sure nobody's actually in here. Get that thing, man. That is creepy. 怀着忐忑的心离开了厕所，克里斯继续在楼里展开了拍摄。之后他还找到了几间储物室，这里面堆满了书籍和设备。由此可见进到这个地方来的人应该并不多，不然的话这些东西早该被他们拿去卖钱了。接着在一个墙角，他还发现了一个保险箱，这里面会不会藏着宝贝呢？还来不及仔细研究保险箱，就在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来复盘一下这段视频奇怪在哪里。在克里斯发现保险箱的时候，一个黑影在前方的房屋里飘了过去，从这个角度看的话，黑影是钻进了这扇门，然后就消失了。而当克里斯走进屋子后，我们可以看到黑影消失的那扇门其实只是被折叠起来了，并没有连接其他的通道。那么黑影怎么就走到这扇门以后就不见了呢？还有，那黑影是从左侧向右移动然后消失的，但是你看在这个房间的右侧也没有任何藏匿的空间，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视频里可以看到，在房间的左侧有且只有一扇木门，难道说这个黑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躲了进去吗？Hello.
It's getting really cold. What the fuck is going on? 克里斯将木门后面的所有可以藏匿人的空间通通找了一遍，但是他什么也没发现。难不成这里面真有超自然的东西吗？在楼内继续搜寻了几分钟，克里斯依然没找到黑影的踪迹。最后，他决定离开大楼。毕竟，城市探险最重要的还是人身安全。看到这里，键盘侠们肯定又要说克里斯是怂包了吧？我也觉得他怂。主要是他没带键盘，键盘绝对是当代最厉害的武器之一，上怼天下怼地中间怼空气，硬刚实体都不带掉血的。这里我想讲的是另一个事。刚才看到克里斯探索厕所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联想到一个都市传说，厕所里的花子呢？话说这个花子绝对是一代日本小学生的噩梦，关于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怎么变成鬼的，如今已经不可考证了。网上流传的版本都是民间段子和电影里的内容。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名字叫做花子的女孩死在了学校3楼女厕所的第3个隔间里，之后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相传独自去到学校3楼女厕所的人，只要按照一定的程序步骤，就可以找到花子的鬼魂。具体怎么找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详细的操作流程。あそこだ、あそこの下。奥？奥。うわ、やばい。気をつけて、先行って。ここ？そう。取らせてあげるから。来てね。はいよ。狭い。早くだね。わかった。待って。あ、大丈夫？大丈夫。よいしょ。どうだ？痛い。大丈夫？いいよ。オッケー。開いた？お、やばい。いける。開いた。開いた。オッケー。やばい、クマ。お、すごい。やばい。超怖い。怖い。なんか聞こえる？聞こえない。嘘。ねえ、もう。寒い？わかんないけど。ちょっと待って、ほんとやばい。でも絶対誰かいそうだよね。ねえ、ちょっとやばい、本当に怖いよ。ね？ね。トイレ。やだ。何？何あれ？怖い。使用禁止なだけでしょあれ。ねえ、ほら早くやって、ほら私撮ってるからさ。じゃあ何がやればいいんだ？私撮ってるから。はい、ノックして。あ、ちょっとずるしないの。何？ちょっと花子さんいますかってドア開けて中見て。ほんと怖い。ねえ、ちゃんとやって。撮ってるから。はい。花子さんいますか？はい、撮れた。次。もうやだ、本当に。もう。花子ちゃん、いる？いないの？どうなの最近？いるの？はっきりしてよね。超ウケる。やばい。はい、いない。はい、残念。はい、次。いない。いない。怖っ。じゃあこれどうするの？これいっちゃえもん。早く。剥がすの？これどうするの？テレビ。剥がして、いいよ。呪われたら何なの？それ。いいよ。大丈夫。ライト。どうせ出ないでしょ。見えない。電気。照らしてるよ。マジで呪われてるの？ちゃんとはい、ノックして。花子さんいますか？なんか今声聞こえたよね。やだ。ほんとやだ。
看到这里大家也不要慌，我跟你说吧，花子虽猛，但他毕竟只会说日语，你用家乡话在厕所喊一天也是没用的。再说回城市探险，相比起花子，其实更多的潜在危险还是来源于人类社会，比如说废弃建筑里的流浪汉了，门口的保安了，还有荒郊野岭里的蛇虫鼠蚁、野生动物之类的。所以一些爱好者在城市探险的时候还会带只狗来充当保镖。这天，英国的2名爱好者马特兄弟带着他们的狗子去城探。据说狗不但嗅觉灵敏，灵异感应能力也不同于人类，所以他们就在狗子的背上绑了一个运动相机。2人在四处搜索的同时，你看，狗子也在四处乱窜。我觉得这2个人十分不讲卫生，废楼里随便捡个破玩意儿就往头上扣。Nah, little old lady. Think about it. Just think about little old ladies. They've only got small heads, Got haven't bigger they? heads than that. Look at it. How It do you fit know? me bloody... I can't see because you're blinding me. Well, yeah, it don't fit on your head, but it'd fit on, like, Doris's head. Yeah, but I've only got a small head. Yeah, I wouldn't say it's small, it's average. I'd say you've got an average head. It's just because next to my head, it's not coming off. It's screwed on. Oh, man. Why is it not coming off? Oh, there's and an iron. There's an iron, but it's an old iron. Older. Any old iron. I knew you were going to say that. Right. I can't even, the thing is, I can't. What do you mean it's plugged in? Does it work? Try that, see if it works. Oh, Andy, if that works. How do you know if it works? Just gets hot. Don't put it on, dog! Don't iron me. Right, what if it is hot? I need some wrinkles, huh? Someone has definitely just run down those stairs. Where is it, Ben?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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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weren't just my imagination, that were it? I thought it was in there, but No, because it was stuck with yours. Hello? I'm gonna have to watch it back. That was definitely somebody running down the stairs. 100% that was someone running down the stairs. Thing is, I feel sick, Andy. That were horrible. There were a noise after the first noise. Did you hear it? What the fuck's that? What are you doing? He's covered in cobwebs. Absolutely covered. 兄弟2人想到了绑在狗身上的运动相机，查看过后，他们发现了惊人的一幕。然而，在找到视频中的房间以后，他们并没有在床下发现人形物体，也就是说，刚才逃出去的正是床底的这个人。那么，这个人为什么要躲在床底，而后又要逃跑呢？他又是怎么做到如此轻盈和快速地从狗洞里跑出去的呢？这一连串的疑问让马特兄弟2人百思不得其解。在该房间中，2人细致搜索了每一个角落。现场他们没有找到任何人类生存的痕迹，没有洗漱用品，没有食物残渣，没有换洗和多余的衣物，就连一个矿泉水瓶也找不到。再看看墙纸上的不明红色液体和疑似抓破的痕迹，再到用木板封住的破窗，一切发现都表现出这不像是一个流浪汉居住的地方。他们走到旁边的厕所查看了一番，也没有人类生存的痕迹。那刚才躲在床底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此时此刻，相信只有当初发现这东西的狗最清楚他看到的东西了。你看狗狗的2只腿现在还在颤抖，